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那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好不好哦？最近几个礼拜呢，台湾的疫情呢，其实又开始延烧了。我觉得大家难免一定会感觉到紧张，而且过年也快到了哦。不过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哦。我还是想要提醒大家呢，其实真的不要过度焦虑。我们呢，好好把我们该做的一些基本的防疫工作的做好哦，然后呢，不要一直过于担心哦，把心思去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很开心的事情。那最近其实呢，预计要访问好几位呢，因为节目的关系，要访问好几位好朋友哦，都跟朋友先预约好了哦，有屏东的美食的旅游的屏东美食旅游的达人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在南美洲工作，大概已经3年多的朋友，他也很喜欢去南美洲各地旅行。大家想想看，南美洲之前的疫情多么艰困，一天是十几、20万人染疫哦。不过因为他们那边的情形跟我们不一样哦，我朋友说他们当然戴口罩什么，可是大家还是数字都还是非常高，可是人们就是慢慢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该注意的就注意，然后呢。就是习惯那个时候，其实他朋友说，虽然现在的疫情还是都染疫很多的，但是大家的生活其实是蛮正常化的，该旅行的就去旅行，该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看待病毒跟疫情这种东西，绝对不要再一直用同样的思考来去看这件事情。还有呢，这个星期呢，其实会访谈的一位呢，非常熟悉日本哦，喜欢去日本旅行，还有很喜欢书的空间的好朋友哦，他来讲非书店的书空间。我自己非常期待哦，就是很期待这一集的这一集的访谈跟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应该是过年前的最后一集了哈。那以后的节目模式呢？假设这个今年还能够顺利这样进行的话呢，基本上1个月应该会有2次的节目。慢慢的3个多月来，其实也大概有固定下来，我觉得有这样的模式。那有一集，其中一集可能是我自己来企划内容，就像今天这一集；另外一集可能就是分享一位跟来宾的访谈哦。那希望用这种模式来交错哈。那今天呢，戏剧跟电影的单元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部呢，最近看过呢，其实蛮喜欢的一个在 Netflix 上面的电影《前朝小子》。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刚刚放这首音乐呢是什么音乐哈？它就是北野武的电影《菊次郎夏天》的配乐哈，就是由非常有名的电影的配乐大师久石让所配乐的。那今天我要介绍这个 Netflix 上面的这个《前朝小子》，其实它就是改编自北野武这个很有名的导演跟他有很多身份的演员啊、主持人啊。还有他甚至是个画家，他的一个发迹之前的一个故事哦。那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北野武，其实北野武我其实蛮早以前就知道这个导演，而且其实我也还蛮喜欢他的吼。那他其实是他父亲是一个油漆的师傅哦，然后母亲就是北野佐纪。那北野佐纪其实如果后来有看过北野武的一些生平呢，就发现北野武其实他跟他的母亲的佐纪的一生呢，都是爱恨交隔、爱恨情仇，真的就像是8点档连续剧，所以非常的精彩。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他跟他母亲之间的事情。然后他母亲因为对教育非常重视，然后其实北野武很聪明哦，其实他的成绩也不错。后来其实，在高中毕业之后，其实他进入了明治大学，所以他高中其实做了蛮其实做了其实也是打混了很多事情，但是最后因为头脑不错，所以还是进了明治大学。但是因为他的外务太多哦，然后也参与了很多的学生的运动，所以其实并没有毕业哦，他中途是退学的哦。然后呢，后来他其实因为他想要当搞笑艺人嘛，后来
其实就开始无意间就进入了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喜欢的漫才就是漫才的这个领域，然后后来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搞笑艺人。然后后来当然他还有做过很多事情，最后变成一个导演那他的电影其实我看过蛮多的像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花火就是有一部电影就叫花火、菊次郎的夏天、净琉璃、座头市阿基里斯与龟还有他的出道作品是1989年的《凶暴的男人》其实他也是无意间才踏入这个导演的领域的好，那很快的讲一下，讲完了这个北野武的生平之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浅草小子这个 Netflix 上映的这个浅草小子的电影呢，其实它故事是回到大概1960年代的浅草，就是如果你有看过那个什么幸福三丁目的那个，大概是那个年代就是昭和时期的大概40年左右的年代那时候因为刚刚有提到了北野武，他后来就是其实他大学考上不是那个大学，可是他后来就不想念大学了，所以他其实到了那个浅草的一个叫做 Francis 的一个脱衣舞的喜剧剧场找到工作那时候其实喜剧就是还是都是用剧场的方式来做演出，然后像当时很有名的传奇的喜剧演员深见千三郎来办师学艺那其实这一整个故事其实就在讲北野武向深见千三郎拜师学艺，然后后来其实又脱离了千三郎，自己进入了漫才，然后千三郎跟他之间千三郎其实一直因为喜剧没有人在看剧场，也没有人在看喜剧的剧场，反而是漫才就是很多人喜欢，然后进入了综艺节目，然后北野武一路往上爬，然后千三郎其实一路的没落下去，这样讲他们两个之间师徒之间的故事那我觉得这一个影集呢非常好看的这一个电影非常好看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主演的这两个演北野武就是柳乐弥优就是以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获得坎城影帝的这个柳乐弥优，其实后来他后期演的一些日剧跟电影其实非常好看演技真的非常好。那如果你有看过那个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就是你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其实对他一定有印象深刻。那这一部片其实是一个令人看了非常悲伤的一个电影那另外演深见千三郎的其实就是大泉洋所以这两个都是演技超级好的，演这两个师徒。另外当然还有麋鹿宝奈美门胁麦中岛部这些也是一线的演员那其实他在讲说就是那个北野武就是他进入了这个 Francis 法兰西座的这一个脱衣舞，然后又有喜剧剧场的这一个地方工作。一开始当然没有工作，就要当电梯工。后来他就被了大泉洋所演的魅力十足、演技高超的这个深见千三郎所吸引因为你在剧里面就会看到那个深见郎在那边一部就是那种很有魅力，然后又一步踩着踢踏舞，然后一路展现他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很让北野武非常非常的打动然后其中有一个像他在电梯里面千三郎他就是用了踢踏舞，然后北野武就看到他在那边一直用踢踏舞，看了都出神了所以北野武一生其实都在学这个踢踏舞后来其实就拜师学艺，然后千三郎觉得他是很有天分的演员，就收他为徒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其实这种喜剧剧场呢，跟这种剧场脱衣舞的，其实你有脱衣舞的，还是没有，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看了。所以那时候呢，刚好无意之间，北野武有个朋友就是想要来找他，就是说，现在好像很多人喜欢漫才，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试试看？然后他就决定离开了深见就是离开了那个千三郎，准备离开剧场，开始他的漫才人生。那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其实你可以感受到这个，除了他们两个演技非常非常好之外呢，其实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千三郎他个人的带给北野武的这一些教导他的这一些人格就是可以说是人格，其实影响他后面蛮多的他们其实就是有点像北野武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地方的小寿司店的一个师傅呢，他不需要像连锁餐厅一样去照顾大家的感受，而是用他自己的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喜好来面对客人跟料理所以你看他在
当谐星跟演技的时候，他们会在台上直接就指着，当台下客人耻笑他们，然后他们其实会有骨气的，就是说那是你的问题，并不是问题。当谐星其实并不是为了迎合就是他的观众，而是让自己展现自己，然后让观众能够因为他而有发笑，或者是感受到很多那个情绪哦。那后来北野武的他用很低俗的漫才的或者空前的成功哦，但是呢，师傅深见的剧场其实就没有人拜访了，只能打工度日哦，非常的惨。就连他的伴侣呢，铃木板奈美所室友的老板娘，后来也都过世了。后来成功的北野武其实一直想要回去见深见，可是你想想看，他自己徒弟这么成功了，然后师傅却是没有办法，就是已经几乎都没有办法再做喜剧了哈。当然有一次还是忍不住，在得到了一个年度大奖之后呢，带着奖金拜访了已经相当潦倒的深见。然后我觉得拜访之后，然后想要把奖金拿给这个深见，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师傅，你会接受吗？哦，但是我觉得这一段的剧情呢，真的非常精彩。然后后来两个人去居酒屋演了一段，就进行了一段那个，然后一直到后面故事的发展，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的发展跟后面的这一段的发展跟情节真的非常的感人，而且其实你会觉得忍不住就鼻酸哦。那柳乐弥优他模仿北野武的那种演技哦，就是因为北野武如果你看过他，就是那种他有一种耸肩啊、眨眼啊，哦，就是就是有些很奇怪的动作哦。那柳乐弥优其实很会模仿他这个动作，但我觉得他有点超过了啦。但是真的演技非常好。大泉洋的演技就更不用讲哦，大泉洋其实就是一个很多变的一个演员哦。那像我最近在看《镰仓店13人》哦，那也是又是他演的嘛，一样非常厉害。现在只要有大泉洋演的片，基本上都会很想找来看。哦，那你可以看他北野武最后去找他，我现在跟你讲到。刚才跟大家提到后面这一段非常感人的这一大段，就是去找他喝酒去聊天，然后一个已经很知名度很高的弟子来看这个落魄的人，他们如何用彼此之间的情感跟情绪来去表达，又能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然后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大泉洋在这个当中的这种情绪的转换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那透过这两位影帝级的演员，真的把北野武跟深见千三郎这两对师徒情感表露了非常非常的令人动容哦。所以我觉得这一部那个电影呢，真的非常值得大家找时间来看看哦，《浅草小子》哦。師匠に鍛えてもらったんで。命がけで今日も生きてるんだよ。心は土砂降り雨の中。帰ってこないでよ。壊すんだよ、今までの漫才を。あのバカ野郎が本物だぞ。何なんだよお前。銀也バカ野郎。刚刚听的就是桑田佳佑为《浅草小子》的这个唱的主题曲哦。那我们今天介绍完了这个 Netflix 的这个非常值得看的这个《浅草小子》之后，我们其实紧接着我想要本来的顺序，其实我们的节目顺序大部分都是这个完会接上旅行的部分，那我想要反过来，我想要直接谈一个小说哦。那我很巧，这个小说就是在讲漫才哦。那这个小说叫做《花火》哦 ，Hibana 哦，就是花火的意思哦。那这个我觉得这部小说应该蛮多人看过的哦，因为它其实非常非常红哦，它是日本的搞笑艺人右吉直树他所写的小说，搞笑艺人哦，他曾经在如果你有看过《男女纠察队》，一定有看过他哦，他是日本漫才的搞笑艺人的两人组 Peace 的其中一个员哦。那本身在媒体的曝光度跟在日本的受欢迎的程度，其实就已经很高了哈，甚至得过日本漫才的最高荣誉 M1 的大赛的第4名。然后这个右吉直树，因为他自己有写作的天分哦，后来他就写了一部就是这本小说哦，叫《花火》哦，Hibana，就是后来发行了单行本。大家知道这本书卖了多少本吗？超过300万本，非常非常夸张。而且这一部小说不但卖得非常好啊，他为了非常就是因为他得了一个日本的很有名的文学奖的那个大赏，就是芥川赏哦。然后
大家如果熟悉这个日本的，大概了解这日本的那个小说的出版市场，就是日本基本上有两个非常非常大的奖项哦，一个就是直木赏，一个就是芥川赏。直木赏其实就是讲通俗的小说的作品，芥川赏其实就是比较纯文学的，所以这个花火其实这个火花其实就是很纯文学的作品哦。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搞笑艺人写出一个纯文学，而且卖的这么好。那这个花火呢，其实他在2015年呢得到这个芥川赏。其实他这个主要的内容其实是在讲两个以漫才为志业的年轻人的故事哦，就是德谷跟德永跟神谷哦。那因为他把他自己，他其实有点自传性的那种小说，他其实把日本搞笑艺能界的背后的一些辛酸啦、血泪啦，或者是梦想跟现实之间的残酷，全部写到小说里面去。那刚才我们其实有讲到前一部的那个前朝小子，这个北野武因为漫才而发迹嘛。其实我想来想一下漫才的历史，我觉得大家一定有听过啦啊，不管你懂不懂日文哦，你一定可以感受到那个表演的方式哦。那其实，在台湾，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台湾的年轻人也在玩这个哦，其实也很不错哦。那其实这个漫才历史其实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应该要到1000年前的哦。那时候漫才叫做蛮赛，就是那个万岁的意思。它其实是一种新年的表演哦，就一个人唱歌啦，一个人敲鼓啦。后来呢，一直到了有一个商号叫做基本兴业成立之后，有一个基本兴业成立之后呢，就把它更名成漫才。到大正年间的时候，大概就100年前，他就舍弃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服装跟像音乐的部分，而成为我们现在只是对话性的漫才就是喜剧的表演。然后因为它是起源于关西嘛，然后后来其实漫才的这两个组合，大部分就是一个人装傻。那一个人就是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当吐槽的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是这两个组合。那这一个简单讲完这个漫才的这个意思就是来源之后呢，其实火花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围绕想要进入漫才表演的这两个年轻人的这个故事哦。然后主角是德永他在那个热海的那个烟火大会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神谷那其实就深深的被神谷所吸引那时候德永才刚踏入了这一个漫才圈，那神谷其实已经稍微先踏入了然后他就是这整个小说里面呢，其实都在透过两条线，就是也不能说两条线，就是德永呢，就是刚开始在漫才里面想要起步，那神谷有很多他很想要学习，然后就很令他很佩服的地方。然后那个德永就会发现，神谷明明是一个这么不随波逐流，这么有自己的理想，也很有天分的人，但是其实这个小说就会跟我们看到了这个前朝小子的很有类似的感觉。师傅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才华被看见，可是这个弟子德永却一直靠着自己的一些除了努力之外，也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也有人帮他欣赏他，所以一路往上爬。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人这里面的角色，就一个往上，一个往下。然后对德永来讲，神谷是他崇拜的对象，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现实，就是现实的部分就是一直在剥夺他自己在梦想上面这一条路。反而是德永就是他其实是一直在成长的但是他们两个人不变的是对漫才的他们的热爱。那我觉得这个小说其实带着一点点我们就是不得不面对事情的一些现实跟无奈其实有很强的这种感受然后也很残酷，就是我们在追寻梦想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跟现实来做妥协，或现实怎么样一点一滴把我们的这些梦想给剥夺住那我觉得在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不管是角色说的话，或者是情节，你就可以感觉到，而搞笑艺人其实不但他们要怎么样用这种诙谐、这种嘲讽的东西来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跟他们自己的人生的角色，再加上也即使再这么苦，然后他要在上台的时候，还是要用取笑的，就是用取悦别人的一些方式来做进行
就让我不禁会让我想到卓别林啊，卓别林的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样子非常的他是因为他是应该是最有名的喜剧演员嘛，他的样子那么越那样子的滑稽，然后越那样子的不堪，反而让台下的人带来欢乐这个反差，其实在漫才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也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部小说为什么会被归类为那个纯文学小说，其实也是很有道理。它其实是非常读起来非常流畅的一个。你要说它是通俗小说，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剧情其实很流畅，没有什么太多让人家觉得需要就是想不透的地方可是你会在德勇跟神谷这两个对漫才非常坚持的这一个，不管是对话跟人生的过程，跟现实之间的拔河的这些过程中，会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人生的各种的体悟或者是各种对人生的失望然后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或者是生命呢，能够有不同的火花那我觉得右吉直树他就是并没有美化这些事情，反而让这个很现实的东西直接进到这个小说里面那这个右吉直树用火花命名这一本书呢，其实不但其实就有点象征德勇跟神谷这两个对漫才有带怀抱梦想的人两个的相遇跟产生的火花另外在两个相处的过程中不断的擦出了各种的花火，然后一个人可能分别走向了不同的路，然后燃烧着自己，然后追寻着梦想。那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所以其实在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你会蛮多地方其实会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我想过，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追寻过自己人生自己非常渴望的东西，还是我们其实中途就放弃了？那我们人生的花火到底在哪里？那这些花火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会让我们思考很多东西所以有机会呢，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去找这个有机直树的这个花火这本书来看看那其实我会知道有机直树的这个花火这本书，其实是因为以之前改编的一个电影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就是菅田将晖跟那个桐谷健太所演的那其实这个花火因为太红了，所以其实它跟 Netflix 其实还有推出了10集的电视剧那这一个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小说的这个花火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直接去看菅田将晖跟桐谷健太所演的这个电影那电影的里面的主角基本上就跟小说是一模一样剧情其实也都是紧扣着小说里面一样，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漫才的艺人，然后在热海的演出之中认识的。那就是菅田将晖就是被桐谷健太的这个所演的神谷呢深深所吸引那他其实我觉得电影其实比戏剧化之后、影像化之后更强烈的是，你会更感受到这个搞笑艺人他们在生存的辛苦。还有他们在台上跟台下那种反差的落差的就是反差很大那导演他其实用很慢的速度呢，有点像是手术刀一样，一点一滴的去刻画出这个现实的无情然后呢，怎么样去摧毁，或者是怎么样去给这一些本来充满理想跟勇气的这些年轻人给他们很多打击，然后这些年轻人如何又去对抗这一些现实那其实这个电影的特别就是这个德勇他们这个团体他们的那个名称就叫 Sparks， 就是也是花火的意思所以其实在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后坐力蛮强的那我到现在其实你看完蛮多年了，一直对电影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印象还蛮深刻，尤其是菅田将晖跟桐谷健太的表演呢也非常非常到位那就是把这两个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其实甚至可以拿来再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前朝小子做一些对照其实这种就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特别提过几个我们很推荐的日剧嘛，像那个喜剧开场空德嘎哈吉马鲁，他们其实就在讲说我们追寻的梦想的过程中，可是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到打击，最后其实甚至其实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失败的。那这样子，我们到底算不算是失败？还是我们这些做过的事情到底算什么？那
如果不成功，我们就是等于什么都没有嘛。我觉得其实这一些很现实的、很贴近我们生活的议题呢，不管我们是不是有做漫才，可是里面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会一直回馈到我们的身上去想说，让自己思考很多事情哦。はい。じゃあおかんはお前はなんて呼ぶね。誰にたんやろな。おかんはお前はなんて呼ぶ。お前やな、お前誰にたんやろな。どっちか言ったらおかんかな。会話になっとるかなお前。弟子に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ええよ。いったとかマキです。早く話した方がええのは確かやねん。でもお前はそれができへんのやろ。そんなお前にしか作られへん笑いが絶対あるんやねん。神谷さんは自分がおもろいと思ったことに好，那刚刚就是这个花火这个预告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哦。那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找来看看哦，就是其实非常非常精彩哦。那就是从这里面其实也可以感受到，虽然有点现实啦，然后可以感到很多现实的无情跟无奈哦，但是其实也能够看了，其实也可以对照我们自己，然后其实让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不同的想法哦。好，那我们今天的旅行的单元呢，那我已经说过了嘛，而且刚刚已经有讲过，我们其实马上就会访谈一个朋友在聊那个非书店的书空间。那其实这个朋友其实会以日本的一些很棒的书空间来做那个。那我们今天的一次的旅行呢，我想要聊一下我们其实都很喜欢也很熟悉的京都哦。那今年的京都其实雪下了非常非常的多哦。其实我之前在去日本回京都冬天也去过很多次，但是其实碰到下雨的几率其实也都没有非常的多，而且其实雪都没有下很久哦。那其实今年的下大雪的哇，看到朋友跟网站上面大家的分享，其实都下得非常夸张哦。对，然后最近在粉丝团里面，其实我们有分享了一个我觉得大家都蛮有回应的一个文章，我就在讲京都三条跟 David Bowie 跟古川町商店的散步。那我们今天呢就很想要用声音来大家好好的小小的走一下京都的三条通，然后David Bowie 怎么样跟三条通连上线，然后再走到一个很日常的京都很日常的一个商店街叫古川町商店街。那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其实是从北野武开始，那北野武其实跟 David Bowie 在大岛渚的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有共同演出。那其实北野武也是因为在大岛渚的电影演出之后，才让他开始迈向他的导演之路所以其实我们就趁这样子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京都的三条通因为京都很多巷弄其实都很有味道那三条通相对来讲是稍微比较其实比较大条，应该比较多人会知道条路这条路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之前有一次有几年回到京都，其实我都会住在这个三条通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那这边三条通有一个很长的商店街，其实蛮好逛的而且各种日常感也蛮重的观光客也蛮多的，但是京都人自己去也蛮多的像很热的夏天呢，或者是非常冷的冬天呢，其实就很适合逛。那这个三条通其实在京都呢，其实很特别，它就是可以见证这京都这100年来的近代经典建筑的地方因为明治时期的时候，其实三条通是京都的经济中心，很多银行跟公家机关其实都会设在这里那个时候京都其实很有名的是传统的町家嘛，但是呢，进入明治时期之后，其实日本就是大量的西化，他们开始学习日本的西方的建筑。那时候很多留学硅谷的建筑师呢，他就会把他自己的所学用在这个建筑上面就像是很有名的设计东京车站的成野金吾也在这边有设计过他的建筑三条通里面也是有。那如果有看过台湾的总统府，其实他也是成野金吾的就是算是他的弟子所设计的所以就是风格就是大概是那个样子那其实如果你从乌丸通往四丁通的方向走，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不会讲到那么长了，因为三条通其实还蛮长的它一直连过去到大那个
三条大宫那边过去，其实都还蛮长。但我们就稍微讲一下这个近代建筑的这一个集中的这个地方，其实从乌丸通到大概四厅东这之间，有非常非常多，大概100年左右的那个西方的这些经典的建筑，像新风馆啊，乌丸通上面的新风馆，然后东洞院通上面的中华邮局，然后高参通上面的京都文化博物馆的别馆，这是1906年上面成立的，那跟中华邮局算是这边都超过100年的建筑。另外，日本生命三条大楼，在流马场通上面。另外还有加边的德记钟表行，这是在这一条短短的路上应该是最久的，它是1890年建立的。还有那个1928大楼，对，你一路这样走过去，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很经典的很多建筑，然后在京都的这一条路上，其实相当精彩。然后一直在往前面走，其实就会成为我们今天可能会讲的一个起点，就是三条大桥。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三条大桥。那讲一下三条大桥好了。三条大桥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也是从江户时代其实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哦。那很多人去日本可能会觉得，对，这个国家对旅行跟交通的安排呢都很细腻。除了民族性之外呢，都印象很深刻哦，就是他会想照顾到很多你没有想过的地方哦。那其实，在200多年的江户的时代开始，其实我们就可以延伸到这么远，就是因为它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江户时代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所谓的参勤交代哦，就是大名他必须要定时间要前往这个当时的江户地区，然后来去就是要能够往返，然后就是有点是控制这些大名哦，所以所有的参勤交代，那参勤交代的过程当中，就要因为路程很长嘛，都是用走路的嘛，就产生了东海道、中山道会有很多的驿站跟驿道，那这些驿道跟驿站就成了贵族跟平民来往很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后来就发展出，当然现在对旅行的重视跟需要，因为需要住嘛，需要吃嘛，大名他们都带了很多很多的人哦。那当时呢，其实因为这样的关系，京都就成为很多人心目中呢来出去旅行的首选哦。所以喜欢那个三条大桥，就是其实是在1590年丰臣秀吉所建造的。后来鸭川泛滥，其实常常泛滥，然后就是整修过很多次。江户时期的时候，它就是这边就是东海道的起点哦，也是江户到京都的终点哦。因为江户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甚至因为这样，还出版了一本叫做《东海道铭记所》哦，200多年前，算是一个旅行指南吧，就是告诉你，这边有什么东西啊，哪边有什么好玩的。好，那个江户，然后那个时候还有最畅销的一个东京的旅行书，叫做《都民所会图会》哦，卖得非常好，很多人到江户时期来到日本游览的时候，都会特别买这本书。当然，里面就有记载了三条大桥。那时候的那个图画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京都的非常非常的繁华，所以如果你坐京阪电车，坐京阪电车的话，也是以这条的桥为起点，所以那我在这边呢，我就很喜欢这一条桥嘛，所以其实每次到鸭川的时候呢，都会总是会特别注意到这个三条大桥。那三条大桥其实它现在的三条大桥其实虽然也整修过很多次了，但是还是非常的古老尤其是它上面有那个桥梁的圆柱上面有那个 gibosh， 就是那个就是日本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一个圆的圆顶的一种传统的一种建筑的那种，像是应该是铜制的一个圆顶的，像洋葱式的那个装饰非常非常的漂亮你现在去你都会然后其实它就是应该是整个鸭川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最美最美的一个桥啊。所以呢，因为它有历史嘛，所以你如果来旅行来到三条大桥这边，不妨可以想象一下以前都是牛车啊、马车啦，或者是人力车甚至是更古老之前，就是很多武士剑客在这边车水马龙的情形就好像都是在踩踏的时光一样。那除了这个古老之外，其实我还会因为三条大桥跟三条通，其实我就会想起了英国的传奇的摇滚歌手呢 David Bowie。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 10.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8, 7, 6. Commencing count. Is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You've really made the grade. And the papers want to know whose shirt you wear. Now it's time to leave the capsule if you dare. 那为什么想到这个 David Bowie 呢？我讲一下哈，因为其实1月哈，每年现在是1月嘛哈，那其实每年的1月的时候呢，如果想要京都，我就会想到 David Bowie，因为2016年的1月11号呢，其实是David Bowie 过世的日子。那 David Bowie 他其实非常非常喜欢京都哈，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曾经到访过京都，留下很多经典的照片哦。那在他80年代来之前，其实他就到了日本非常非常多次。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哈日族，他很喜欢日本的传统文化。他曾经跟很有名的那歌舞伎那个大师呢坂董玉三郎呢学习歌舞伎的表演跟化妆，更结合到他自己的前卫的音乐。如果大家了解 David Bowie， 他就是一个走在时代的最前面的一个非常前卫的一个流行音乐跟的歌手影响非常非常多人。他那时候就跟日本的那个设计师呢山本宽哉合作完成了一套就是非常非常引领世界潮流的造型。然后1980年呢，因为他为了拍摄日本的清酒的广告，在日本待了10天那有一个楚田正义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楚田正义就到日本京都的旅行，然后留下了很多很多非常经典、非常我没有看到那个照片都会觉得哇，怎么可以拍出这么好看的照片哦？那其实里面就会看到他很多他在梅田坐电车，然后在京都的3条通上面打电话，然后甚至到了古川町商店街，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所以其实到了3条通这个地方，其实就会想到了很多 David Bowie 曾经在这边留下的画面那其实我一开始认识 David Bowie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的电影，而是因为大岛，刚才前面有讲过，他跟北野武一起演出大岛渚的俘虏这个电影其实设定在2战当时日军呢俘虏一批英军2个人因为敌对的关系，其实参了很多的冲突然后就是不了解嘛，再加上那时候是2战的时候，英军就是日本就是俘虏了很多各国的那个，当然就是很多就是想要俘虏，当然最后可能就是会把他们杀掉嘛。然后呢 ，David Bowie 饰演的一个英国的士兵呢，为了要阻止那时候演这个男军官的是谁呢？就是坂本龙一暴怒的军官，坂本龙一准备要杀掉这个战俘的时候 ，David Bowie 就跑过去抱着他，然后吻了他的脸颊，然后导致这个日本的男军官颤抖，放下手中杀人的这个刀其实那个画面到现在都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而俘虏的电影的配乐呢，就是大家一定都有听过，就是坂本龙一写的，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这2位当代的电影大师呢，成了电影的演员，然后导演的跟 David Bowie 都是一个期待用爱来化解仇恨的人。其实 David Bowie 虽然那个音乐非常的前卫了，然后甚至就是会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可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渴望用爱来解决人类很多仇恨的人那我最爱的歌就是刚刚听到的那一首Space Oddity 那我之前在京都的时候呢，如果因为都会放一些音乐嘛曾经也在这个刻意带着他的音乐到这个地方去那里面就会看到他一直有讲到 Major Tom 嘛，就是就会想到一直唱着 Major Tom 的时候，就会心里就会想着David Bowie 曾经也在这边过那曾经也在走在这个3条大桥的时候遇过下大雪然后呢离开了3条大桥之后，你往前走了，其实你就会到了这个古川町商店街就是 David Bowie 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很日常的一个商店街然后刚刚有提到了嘛，坂本龙一为这个俘虏所写的这个电影的配乐最有名就是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想起了 David Bowie 的那一个化解仇恨的那个吻，他超越了性别，超越了一切哦。那这一首刚才放这首音乐呢，就是坂本龙一为这个电影配乐所写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所以听到这个音乐呢，如果有机会，大家再回到京都，走过这个三条大桥的时候，到这边散步的时候，不妨来放一放坂本龙一的这个音乐，或者是 David Bowie 的音乐。那 David 刚才有讲过嘛，在东山三条上面，其实因为有一座电话亭，那到时候我们在那个 David Bowie 所拍下这个经典照片里面有看过哈。那当然在电话亭已经拆掉了啦。那 David Bowie 就会，但是我们的曾经看过这个照片，就不免想一下这个电话亭到底在哪里。那唯一比较可以让我们感觉到熟悉的，其实就是古川町商店街。那我觉得我会喜欢古川町商店街，一方面也是因为巧合，一方面也是因为曾经知道 David Bowie 那么喜欢这一条街，所以就是每次回来都特别有感觉。那他很喜欢这一条商店街，然后听说有一间鱼贩他特别喜欢，就是都会想要，就是特别跟这个鱼贩，听说这个鱼贩还特别记得了 David Bowie。那古川町商店街这个街其实短短的，观光客其实蛮少的，我每次去都觉得观光客蛮少的。好像只有京都的当地人会来可是它充满了各种的日本的，就是京都的这种日常然后它以三条通为北边，然后一直到南边到白川，接到白川，其实大概也才250公尺而已。那你现在去看，它会有挂了很多那个彩色的气球它跟那附近的一个神社是有关系的那其实，在我们都很喜欢的寿月章子的笔下呢，古川商店街其实一个很充满了怀旧特色跟日常的一个商店，就是很庶民化的一个地方比起很有名的什么锦市场或者是那个三条会商店街三条会商店其实也非常棒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然后短短的，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卖家，有的是卖鱼的、卖菜的，也有熟食的也有一些居酒屋食堂它现在最近上次去也看到蛮多一些咖啡馆，还有民宿，还有酒吧，其实非常生活感，其实非常厚重其实很迷人的一条街那古川町商店街往知安院的方向走，有一个叫行者桥就如果你看很多他在那边拍过很多广告嘛，就是一条石桥在那个白川上面就一个人可以行走。听说以前是比瑞山修行的人到京都的时候会经过的桥。那附近其实有一个蛮感人的故事那附近有一个店家叫做冰饮那在这里呢世世代代贩卖了一个叫做光秀馒头的。那因为呢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明治光秀种，那因为大家有知道，大概稍微知道日本的历史就知道，明治光秀其实是在日本一个在日本算一个毁誉参半的人。最近其实我觉得反而有在平反他的地位做了一些戏剧因为他杀了织田信长嘛，然后就改变了整个战国历史，然后才让丰臣秀吉崛起嘛。但是这一个店家其实世世代代就在照顾的这个明治光秀的这个坟墓并且制作了跟他有关的点心。其实想到这样子的综艺，其实还蛮令人感动的。那后来刚刚有提到嘛，因为其实非常喜欢京都，喜欢到什么？喜欢到他想要搬过去住。但是呢，最后打消他念头其实蛮妙的是因为他很害怕的日本的禅文化 Zen 就是他觉得日本的禅文化让他没有办法任何灵感，没有办法
创作，他就是一脚就踏入了禅里面，就不会回头了哦。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哦。所以你走在是一本桥的那个行者桥的时候，然后如果你想到 David Bowie 害怕禅的故事，好，走到一个走在时代尖端，不断追求创新跟实验的，跟那么喜欢禅文化，跟追求极简风格的苹果的贾伯斯，搞不好他们其实是一个相同的人，只是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那这附近的店家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蛮有趣的。它这附近的店家有很多那个钟馗的雕像，真的蛮多的哦。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在他们在那个鬼瓦附近或者是屋檐附近可以看到。那其实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多了解很多不同的东西，其实对于你旅行的路上或者是自己的思考上面，其实真的会多了很多不同的花火。就像我之前曾经有讲过了嘛，就是旅行的最迷人的地方，并不是跟着别人一起去走过什么地方，那没什么了不起。现在京都在下雪，你会觉得说，我都没有，我去的时候怎么都没有下雪。可是除了雪之外，或除了这个景色之外，到底还有还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意义？比如说所以像我今天讲的，一个 David Bowie 他喜欢这个地方，他连接的很多的创作，跟他很多的这一个，如果能够交叉在你自己的旅途当中，跟你本来就了解这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讲，旅行的意义其实是超过了很多事情的，而且可能是只有你懂而已。To the girl with the mousy hair, but her mommy is yelling no, and her daddy has told her to go, but her friend is nowhere to be seen. Now she walks through her sunken dream to the seats with the clearest view, and she's hooked to the silver screen. But the film is a sad thing for fighting in the dance hall. Oh man, look at those gay men go. It's the freakiest show. Take a look at the long man eating up. 刚刚放这首歌就是 David Bowie 也很有名的一首歌，叫《Life on Mars》就是在火星上面的生活。你就是很多事情，在那里我看过这个，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 MV， 可以看到David Bowie 非常前卫的造型，一个喜欢这么前卫的人，然后深深的被古都所吸引，这中间他们之间的，你会想象你自己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想象。好，那我们其实我们很多集其实没有在谈威士忌单元哦，那这一集因为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企划的内容，所以我又可以回到了小小的推荐一下自己喜爱的威士忌哦。其实像今天像这样子湿冷的冬天呢，我觉得晚上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喝威士忌哦。那我已经曾经有谈过嘛，其实我觉得威士忌除了可以跟朋友分享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更适合独饮哦。个人是蛮喜欢这样子的。那其实威士忌有分很多种类，那今天要介绍的其实是不同的产区啦。今天介绍其实是相对来讲，很多人可能听到或者是有闻过或者是喝过就感觉到害怕的，有点却步的艾雷岛的威士忌。艾雷岛的威士忌呢，对很多人如果对威士忌不能够接受，其实更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艾雷岛威士忌，因为它就是有一般人所谓的草油瓦纳比，泥煤灰味非常的重哦，但是喜欢的人是爱上就无法自拔哦，因为那个真的是太特别了哦。那没有在喝威士忌的人，当然没有办法对艾雷岛一下子就接受，所以第一次经验很重要。那我个人就会觉得，如果你想要试试看艾雷岛的威士忌，可能最适合就是波摩。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波摩这个酒厂，它是苏格兰最古老的威士忌的酒厂，1779年就成立了。它在艾雷岛的这个它的也是在岸边到现在它其实还是用最古老的方法来制酒然后用手工贩卖其实，在威士忌这么多，在苏格兰这么多酒厂里，其实只有7个酒厂还在做手工贩卖，其他都没有。
然后它会用浸泡过的海水的泥煤灰来烟熏麦芽，所以它的就是会有泥煤灰味嘛。另外呢，所以但是它的泥煤灰味又不会那么重哦。然后最后我们像我今天喝的这个波摩10年呢，它是用雪莉桶哦，它是用雪莉桶来它也会用雪莉桶跟波门桶来做陈年哦，然后放在这个低于海平面底下的酒造啊，这个酒造是据说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酒造了，低于海平面下面，然后来让它等待那个年份来变成我们看到喝到的这些酒哦。那得过非常非常多的奖啊。那其实因为波摩它特别的就是它有一种皂味，肥皂味，你不要觉得这个很奇怪哦。其实它这个皂味其实带着很多一些水果，有点肉桂的味道，我自己觉得非常香哦。然后呢，也会有点胡椒的感觉哦。那波摩10年呢，其实非常便宜哦，也蛮平价的哦，1公升大概也才应该不到1000块哦。那如果不想买没有想要喝到那么大，其实你可以买一小罐的来试试看哦。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入门艾雷岛非常非常很适合的一个品牌哦。那最近因为它的高年份的那个收藏价值非常非常高，所以其实波摩其实现在蛮常缺货的哦。然后后来这几年其实得了也蛮多奖的不过现在波摩其实的酒厂其实是已经并不是在原来的那个集团在经营的哦。20年前，它其实就被闪多里的集团已经买走了哦。但是闪多里集团其实是完全信任这个原来的，其实它没有做任何干预，就还是让波摩维持原来的样子在运作。哦，有机会呢，其实想要试试艾雷岛的威士忌，我个人是真的推荐波摩。在这样子湿冷的冬天，真的让那个不管是酒体酒香去感受那个酒体跟酒香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一些韵味哦，真的很适合冬天来品味哈。那我们今天的自己这个过年前的最后一次呢，就是由我自己来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戏剧小说啦电影啦也小小的旅行一下然后最后呢，其实我们想要借由这个电影《花火》里面的一些片段就是一些里面很重要的句子来要跟大家说再见里面比如说里面有提到，每一个人都是存在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人，有的人跟你擦身而过，有的人会跟你紧紧相伴，有的你很讨厌，你对你们不喜欢，但是每一个人的存在其实对你其实来讲都可能是必要的就像他们在里面所经历过的一切就是有了这些经历，就算我们只要没有半途而废，那我们就是都还可以坚持自己的一些梦想，可以继续下去那不管我们的这些人生的花火在哪里只要我们能够有把握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呢不要轻易的放弃，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踏上那一条路，但是呢也许你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又会把它捡起来就是怀抱对世界的，还能够怀抱对世界的热情，还有对世界的这一些好奇心。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有一个中心思想在那边，不会轻易的就被随波逐流或者是被打败。好，那这里就要先跟大家拜个早年那祝大家今年呢虎运亨通然后平安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